大家好，歡迎來到文昭談古論今。有一條消息在網絡上炸鍋了，有機構發出了一條預測，說2026年中國的所謂靈活就業人口將達到3.2億。如果以2025年底中國的就業人口總數是7.25億，以這個數字為基數來計算的話，也就意味着2026年中國有44%的就業人口處於所謂靈活就業狀態有40%多的人沒有固定工作。穩定工作正快速退回到公務員、事業單位編制和部分國有企業，長期僱傭正變得相當稀缺。這樣的社會就問你怕不怕？那什麼叫做靈活就業呢？在習近平新時代社會主義思想裡面最不缺的創造力就是在發明新詞兒這個事情上。什麼叫做靈活它就是與固定相對嘛。凡是啥也不固定的工作就叫做靈活就業。比如你沒有穩定的雇傭關係，你是接散單，不是單一為一個雇主工作的再來，如果你沒有固定的工作場所，也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甚至沒有固定的工資結算標準、結算時間，你落在這些範疇之內，你就算是靈活就業人員了。所以靈活就業這個詞兒呢，其實在中國覆蓋了創業的小業主和兼職人員這兩大類別。小業主呢，就是你是開網店的、開實體店的、擺攤的、幹自媒體的，你都算是創業小業主。他們是以家庭和個人為單位的。另外，如果你是送外賣的、開網約車的，是小時工、鐘點工、拿計件工資的這一類雇傭人員，也算是靈活就業人員。不管你是以哪種方式被靈活的，但是有個共同特點，就是在社保上你仍然處於存活狀態，所以你仍然被算作就業，沒有被官方統計記入失業人群。但是冷暖自知嘛，大家心裡都知道，所謂的靈活就業和失業狀態非常接近。儘管心裡有這碗酒墊底，但是3.2億人這個數字出爐以後還是把大家嚇到了，所以網絡上討論才非常激烈。很多人看到這種令人驚嚇的消息，第一反應都會是，這會不會是在造謠是敵對勢力在抹黑中國比如說上個月我就發表過一期節目，引用了一條非常激進的預測，說中國的真實失業率將逼近40%，指的就是2026年的當下。結果就被很多觀眾罵成造謠黑中國。那麼這一回3.2億這個數字的確是有出處的不是造謠。它是來自於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發表的一份報告。這家機構是由首都經貿大學、中國就業促進會聯合發起的。報告的名字叫做《2025年中國藍領群體就業研究報告》制作報告的手法也是採用了什麼問卷調查、實地走訪、大數據等等手段，也是挺科學的。那麼在這份報告當中指出，2025年中國的所謂靈活就業群體人數就已經接近3億了。那麼依據這個趨勢推測，2026年中國的靈活就業人群將達到3.2億這個數字是這麼來的。這個數字一直是增長迅速的，不是這2年才開始漲的。把靈活就業納入宏觀統計數據是開始於2021年，但是這份圖表反映出來，其實從2015年開始，靈活就業人群就已經達到了1.2億，突破2億是發生在2021年，這就和官方統計的口徑相吻合上了因為官方是在2022年首次承認靈活就業人数突破2億的。在圖表的這一段區域當中，大家会看到曲線從2024年起開始突然變得陡峭這個靈活就業人群從2.4億人一下增加到了2025年的2.8億就增加了4000萬。之前是每年增加1-2千萬。2020年至2021年，由於全國性的疫情封控，很多人失去工作或者轉為在家工作，那一年呢，靈活就業是增加了3000萬還好理解。但是在所謂經濟穩中向好，還連續2年增長保五了的2024年至2025年，靈活就業卻陡增了4000萬人，達到了有這項統計以來的最高峰估計2026年還會再增加4000萬。那這就是對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的一記響亮耳光了。講經濟問題就是比較枯燥，其實不需要高深的知識，大家憑直覺出發都能夠得出清晰的印象。這個印象呢，我把它稱之為中國經濟正在實現雙向奔赴所謂雙向奔赴，就是正在從2個不同的方向同時奔向深淵。一個方向是中国人口總體結構在變老，勞動力人數每年都在下降。2025年，中國的勞動力總人口比头一年減少了720萬，
可是另外一個方向呢，就是與此同時，中國的靈活就業人口在快速增加啊，去年1年是增加了4000萬，創了歷史之最。那麼總勞動力人口在萎縮，那當然新增的這4000萬靈活就業人口就不可能絕大多數是剛剛進入勞動力市場新去找工作的人，而是已經待在了勞動力這個池子裡面失去了穩定工作的人，他們是不得不調到了被灵活的這個範疇。而這樣的人去年1年增加了4000萬，今年可能還要再增加4000萬，那這個經濟趨勢就問你嚇不嚇人？從報告提供的圖表來看，有幾個數據是很有深意的。首先是2025年中国的家政服務人員比上一年反而增加了100多萬人，和其他幾類靈活就業數据相比啊，這個數字是比較奇怪的。为什麼呢？因為經濟不好的時候，人們的第一反應是把過去雇別人幹的活自己給幹了。如果家裡已經有一個人失業了，那什麼做飯、打掃衛生這些活自己就可以幹了嘛。所以家政業這麼說起來應該是就業人口下降的，為什麼反而上升了呢？這是統計中的一個反直覺現象。可能有的人覺得可能是中國社會有老齡化的剛需吧，老齡人口增加了，那自然就有護理的需要於是呢，對家政服務的需要也增加了。這個想法當然有道理，但是同時你要看到中國有少子化的趨勢它讓家庭的規模變小，其實是讓家政服務的需求受到打擊的，它和老齡化的那個需要產生了對沖作用。也許呢，較長時間來看，這個老齡化創造的剛需它會超過少子化它會對家政服務產生淨需求。但是從當下來看呢，不一定那麼明顯。所以我目前的推測是，家政行業從業者增加，它主要是來自於其他行業的分流，也就是說被其他行業捲出來的人。比如說你開個網約車，你起碼得有駕照，得有私家車是吧？而這個家政服務呢，它是零門檻，勞動力立刻變現，而且是當下結算。那麼對於那些掉入了經濟窘境家裡米缸見底等米下鍋的人來講，就比較有吸引力。而且中國的家政行業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家政從業人員有個普遍的稱呼叫做阿姨。如果你家裡要打掃衛生了，通常你會說我打電話約個阿姨上門，你不會說約個大伯上門是吧？在家政行業裡面，女性從業者占到了90%以上。確實呢，也是大叔大伯普遍手腳比較粗，做衛生打掃不了那麼乾淨。意思呢，也就是說家政行業的從業者上升，它是中國社會女性失業持續惡化的表現。近年以來，有一批35歲以上的白領女性被擠出了職場，她們沒有太過硬的技術背景幹什麼程序員、當 AI 工程師，她們肯定是學不出來的。她們過去呢是在外貿、教培、房地產這些行業做文職或者是銷售的工作。那這些行業衰落以後，她們繼續找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難，同時也捲不動了，就被擠出了職場，從而就加入到了家政這個行業的高端細分市場。比如做高端月嫂，還有那種帶有一定家教性質的家政服務，還有一些需要和主人深入溝通的整理收納工作像有錢人家庭，衣物該怎麼規整、怎麼擺放，還有家具怎麼保養是有講究的。那就需要這個家政從業者呢，他得有一定的教育基礎，也有一定的生活品味。從農村來的保潔員阿姨就不一定能夠勝任了。所以这2年社會上的失業潮和捲，反而是為家政開闢出了一些高端的賽道當然這個高端呢，還是沒有辦法和西方成熟的富人管家市場相比，那個呢算是高端服務業。在中國，這條賽道的從業者是比傳統的保潔員阿姨高端了一些，但是還是沒有辦法和這些人從前的工作相比，所以對這些被擠出了職場的白領女性來講，仍然是受到了降維打擊。其他幾個失業人口的蓄水池，從這份報告反映出來網約車司機2025年是降了 2%， 互聯網主播降了 3%， 那這2個領域也是出現了明顯的飽和趨勢。大城市私家車保有量比較大，所以網約車市場的飽和也是尤其的快。深圳是第一個發出了網約車市場飽和的一線城市，上海呢是動手最快的。早在2023年9月份，上海就一度停辦新網約車的運輸證。網約車這一行如果司機一天平均接單少於10單的話，那基本上收入就抵不上成本了。繼一線城市之後，二線城市的南京、合肥等地也陸續發出了市場飽和的警告。
所以我們看到2025年這個行業的從業者有下降啊，是正常的。至於說互聯網主播這一行嘛，也是零門檻啊，所以也是捲得尤其的厲害，又被頻繁整治，所以它的穩定性、收益性甚至比网约車都還要差。那些零起步的小主播要積累1萬粉絲，可能你得非常辛勤的更新，維持1到2年，還得不時的削尖腦袋造點謠傳點謠，但是被封號只需要一瞬間。所以這一行呢是風險大、收益差，賽道又擁擠，從業人數下降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外賣員人數2025年上升了6%，快遞員上升了3%。那這2個行當呢，靠的是年輕體力好啊。那每一年上千萬畢業的大學生是為這2個職業注入了新鮮血液。那麼以上是對這個報告中所反映出的幾個主要的靈活就業類別從業人數的分析。那現在關鍵問題來了，2025年這2.8億靈活就業，還有2026年預計3.2億的靈活就業人員裡面，有多少其實應該算作是失業呢？先直接說結論啊，中國2025年這2.8億靈活就業人口，如果按照美國的標準算啊，我的估計是起碼得有一半，實際得算作失業。原因在於中國只要你社保處於存活狀態，就算是就業。但是按照美國那個漏斗的標準呢，你是得同時符合3個條件啊，就算是統計上的失業人口。第一是你在調查的當周沒有任何超過1小時的有薪的工作啊。第二就是你有工作的意願，過去4個星期當中，你至少得有1次實質找工作的舉動，投遞簡歷和面試都算。第三呢，其實也是反映出你的意願和當前的條件，你可以無縫轉為全職工作。在調查的當周，只要有一份全職工作擺在你面前，你就可以立刻上班。你那個網約車說不開就可以不開了，你的外賣可以不送了，家政服務也可以推掉，攤兒也可以不擺了。只要同時符合這幾項條件，你就可以算作是統計範圍上的失業人口。而中國的靈活就業人員，如果以這幾個條件來篩選啊，請問有多少能夠符合呢？在調查當周處於沒有任何收入狀態的人，最起碼像什麼建築散工、裝修工，還有獨立的平面設計人員，他們大多數都符合。因為這一類職業呢，它一單的工期比較長啊，會延續幾天到幾個星期，但是連續性不太好，所以这些人幹完一單以後，會連續幾周處於無業狀態啊。所以在調查當周沒有任何有薪收入的人，在中國是大把大把的啊。至於在就業意願方面，靈活就業人口裡面多數是沉澱的失業人員，如果有一份全職工作擺在他們面前，那肯定是樂得屁顛屁顛的，第2天就去上班啊，什麼家政服務啊、網約車啊，可以立刻推掉。至於說在4個星期內至少找過1次工作的人，對於那些有還貸壓力、有家庭剛性支出的人來講啊，大多數也是符合的，因為他們在找工作這件事情上是難以躺平的。所以幾個條件同時符合篩選下來的，在這2.8億靈活就業人口當中，我想怎麼也得有一半。但是我也得必須說，中國的就業統計方面，政府做的工作穿透力是相當弱的。他別的事情很在乎，但是在這個事情上的統計做的是相當粗糙的。我們只能夠靠和其他國家標準的對比，再加上體感做出衡量。在4周之內至少找過1次工作的人啊，滿足這項條件的人呢，隨着時間的推移可能會有比較大的变化。因為找工作老受挫，那會讓更多的人對未來陷入絕望，那很多人就會選擇躺平，工作也懶得找了。那麼按照美國的失業統計標準，這一部分人啊，應該算是退出了勞動參與人口，他不應該再被統計了。在計算失業率的時候呢，那個分母勞動參與人口就變少了，而分子失業人口同樣也會變少，它最後反映出來的那個失業率數字可能是上升，也可能是下降。要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就太複雜了，所以我這裡只是做個粗略的保守的估計，2025年中國這2.8億靈活就業人口當中，起碼得有一半應該事實判定為失業人口。這當然是一個比較主觀的判斷，但是我認為還不算誇張。那麼如果有1.4億的人應該算失業，那麼中國的實際失業率請問能達到多少呢？要做具體的估計仍然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我今天也只是用 AI 做了一個簡單的測算啊，因為靈活就業人口在中國全都算就業嘛，所以中國政府公布的那 5% 城鎮調查失業率你還得另外算進去。而這個靈活就業人口當中呢，
差不多有1/3是流动的農民工，他们很多人会返鄉进入隐性失業状態。那麼把這些複雜因素都考慮進去我用幾種 AI 工具跑了一下，給我的結論是中國社會總體的失業率是21%至23%當然 AI 它會傾向於從溫和的角度給出一個估計。那麼再激進一點我認為這個失業率數字調高到30%是可以接受的這是2025年的狀況。可是2026年靈活就業人數預計又會大漲幾千萬，達到3.2億嘛，所以社會整體失業率的估計也會水漲船高。馬上就要到7月份了，又有大批應屆畢業生要進入社會找工作，所以今年的夏天會是非常難熬的一個夏天。我這裡也只是勉為其難估計一個數字，說明中國失業的嚴重。我1個多月以前有一期節目叫做真實失業率達到40%會怎麼樣呢？其實人類進入工業社會以後，在主要工業國家裡面還沒有一個的失業率能夠達到40%的。有記錄以來天花板是1/3左右，大約也就是當前我們在中國會看到的狀況。1930年代初，德國和澳大利亞以及當代的南非都曾經摸到過這個天花板。那請問解決這麼龐大的失業人口出路何在呢？逆工業化行不行呢？乾脆就把城市人口疏散到鄉村，讓他們自己種地解決口糧，不行嗎？答案是絕對不行的，在技術和產權上都不可行。上山下鄉這個事兒也就毛澤東搞過一回，那個時候的中國其實還沒有實現工業化，雖然在農村土地被人民公社集中了起來，但是生產方式還是原始的還是鋤大地挑大糞，單純依賴勞動力的投入，把城市青年投入鄉村，最多也只是把勞動效率攤薄一點公社強制把這些青瓜蛋子安插到農戶裡面學習農活，他們還能勉強幹得下去。而工業化意味着什麼呢？其實工業化也意味着農業工業化了，什麼化肥、農藥、農機具、大棚，其實也都是工業產品。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你把城市人口扔到鄉村去，他只能兩眼發呆，坐在地上啥也幹不了，他不具備生產技能。同時產權結構也發生了很大变化，今天中國的耕地已經以家庭為單位分配到農戶了，這個主體結構改不了了，已經沒有足夠的閒置耕地安置城市來的勞動力了。其實1930年代的工業化國家普遍也是這個狀況已經沒有足夠的公有土地來安置城市失業人口了。所以工業化這個事兒，你說它是不是歷史的進步呢？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工業化以後的社會就讓失業的後果變得非常可怕人們連退回鄉村自謀生路這條道路都給斷絕了。那怎麼辦呢？就只能依靠國家的大規模干預，最直接的手段是大規模上救濟，先解決飢餓，同時還得財政瘦身，節省財政開支，盡量節省多的資源，先穩定住失業人口。其實德國在1930年代初危機剛開始的時候，失業救濟還能領到20幾個星期，但是領保險的人迅速突破600萬以後，就導致社會保險立刻破產了，然後失業人口就被推到了地方政府級別的實物救濟，這個時候才顯出特別的慘。可是現在中國的社會保障還不如人家1930年代的德國呢，所以中國要發生這一幕的話，可能會比當年的德國更慘。上救濟手段的同時，還得大幅度削減利率，得減少家庭的債務開支和企業的債務開支嘛，得避免更多的家庭和企業被拽到破產的深淵。但這方面呢，對今天的中共來講也是两難。如果大幅度降低利率，等於就讓銀行的獲利能力變得更差，獲利能力变差以後呢，银行就更加惜貸，社會反而更難取得流動性了，和降息的初衷反而相違背了。那這是由於中國銀行業多年積累的問題造成的，它的隱性不良資產太多。這個政府的財政開支往下減，對中共來講也是很難特別是大規模的削減公務員和黨務機構的人員，因為這對中共來講馬上就構成了統治還能不能穩固的問題。在這一點上，中共是認為自己從蘇共身上學到了教訓。蘇共末期，戈爾巴喬夫就在中央級別搞大規模的部委合併，又把中央的黨務機構的編制狂砍了一半，立刻就引來了官僚階層的大反彈。而且中央機構退出留下的權力真空，立刻就被加盟共和國給填補上了。於是脫離蘇聯的離心化力量加強，這是導致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所以中共呢是不想走上蘇共的老路，財政大瘦身這個事情他就做不到。
如果這個政府開支節約不下來，可是賣地又賣不動了，稅又收不上來，怎麼辦呢？中共於是就加大槓桿，擴大借債規模。可是這個債務規模的擴大是透支未來，你這個利息支出要增加嘛，你債務成本要增加，你未來不是還得加稅嗎？會讓經濟更難復甦嗎？就是這麼個狀況。所以中共現在就兩頭擰巴着。當失業率超過30%的時候，那就基本上不能夠指望小修小補，做一些局部改革能夠脫困的了。那基本上都会要求這個國家做制度上的根本改造。1930年代，德國和美國其實都是走上了國家主義道路。美國這邊是凱恩斯主義和羅斯福新政，德國是更極端，走向了納粹的道路。1930年代的工業化国家還普遍採取了以工代賑的做法，那個時候失業人群的主體是誰啊？是產業工人，所以政府就把他們組織起來，去修公路鐵路，去建水壩去建這些基礎設施，但是只給他們少量的伙食補助，靠這些基礎設施建設把經濟拉動繁榮了，那他們就有長期穩定的工作了嘛。可是這個經驗在今天的中國，它靈光嗎？也不太靈光。今天中国的失業人口結構太複雜，所謂產業工人，也就是第二產業的藍領工人，其實也就占1/3左右，剩下的大多數是各種各樣的什麼專業人員，還有服務業人員，以及剛刚畢業的學生。所以以工代賑的效果它就不會像1930年代的德國那樣顯著。而中國現在是對基礎設施的需求趨近飽和了，去新建、去擴容它們，對於拉動繁榮來講，收益也是呈邊際遞減的趨勢1930年代的以工代賑，其實是把工程裡面的勞動力成本給節省了，就讓當時這些工程的收益變得很高。而現在的中國呢，是公路鐵路基本夠用了，你把工程的勞動力成本節省下來，它並不創造更多的使用需求只是創造多了一個卷的領域而已。所以從20世紀後半段起，工業化國家对抗失業的辦法主要還是完善社會福利網絡，增強社會保障。從這個角度出發的，也是由於基礎設施大規模建設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以及沒有辦法退回到農業社會這兩個原因造成的。20世紀前半段的經驗的確大部分用不到今天的中國，這也是特別讓人頭疼的。也就意味着中國想要走出蕭條走出這個大規模失業潮的痛苦這個過程會非常艱辛。如果沒有國家的介入，大規模發救濟和大規模削減債務開支這兩樣措施的話，中國人還要經歷很多的痛苦，而且最痛苦的時候還沒有到呢。從咱們今天介紹的圖表裡面，這個靈活就業人群曲線這2年有非常陡峭的增長，你就可以看得出來這條痛苦的路還要延續很久。那麼好，今天這個話題咱們就聊到這兒，謝謝各位在文昭談古論今這個頻道，咱們下次再見，是星期三。